这场投票原本已经快要写好结局，张凌赫凭竹玉长期占据榜首，杨洋排在后面。可就在收官阶段，票数突然改写。7月14日下午，公开战况一度来到137万对122万。封榜后，杨洋的票数继续冲到约 188.86 万，以 48.18% 的得票率拿下中国区第一。从落后到追平再到拉开差距，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杨洋怎么突然冲上来了？但如果只把它看成最后几个小时的冲榜，可能反而低估了这场反超。因为比突然更值得探究的是一个已经红了很多年的演员，手里到底还握着多深的观众基础。这次投票来自2026首尔电视剧大赏的亚洲明星奖。官方信息显示，投票从6月15日持续到7月14日，通过全球投票平台 IdolTrap 进行，结果直接由粉丝投票决定。换句话说，它衡量的是当下人气粉丝参与度和动员能力，不能直接等同于专业评审给出的演技奖。这一点需要先讲清楚，只有把奖项性质说透，后面的188万票才有讨论价值。这个数字证明不了谁的演技一定高过谁，却能清楚显示当一个明确目标摆在面前，谁能在短时间里调动更多人，谁的粉丝愿意持续投入时间精力，甚至付费完成投票。所以这场反超不能拿来评判演员水平，却很适合观察两个人当下的粉丝盘。首尔电视剧大赏官方将亚洲明星奖列为全球粉丝投票奖项，与由评审决定的最佳演员等奖项分开设置。张凌赫前期领先不难理解，竹玉播出后，他正处在一段很集中的上升期，角色热度、新增观众、海外讨论集中叠在一起，粉丝的活跃度自然偏高。新剧刚刚制造完情绪，观众对演员的注意力还在高位，一场紧跟作品热度的投票很容易把这股势头直接转成票数。只是他面对的并非一位处在相同成长阶段的演员，杨洋出道更早，作品周期更长，粉丝结构更分散。一个依靠新剧热度向上冲，一个拥有多年积累却未必每天制造很高的网络声量。表面看，这是两位古装男演员的票数竞争，往深一点看，它像两种流量状态撞在了一起，一边是正在快速上升的热度，另一边是长期沉淀下来的基本盘。公开报道和早期榜单信息显示，张凌赫在投票前期长期处于领先位置，杨洋随后逐渐追进。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杨洋的粉丝基础足够厚，为什么前面没有早早领先？答案可能藏在粉丝参与的节奏里。从公开讨论看，杨洋粉丝起初并没有把这场投票当成必须拿下的任务，前期参与人数有限，很多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个榜单。随着截止日期靠近，票差开始被频繁转发，能不能把这个奖送给杨洋的情绪才逐渐形成。这类出道时间较长的艺人粉丝盘常常有一个特点，平时看起来很安静，许多人早已离开高强度追星状态，一旦出现清楚具体时间有限的目标，那些沉默很久的人会重新回来。有人下载软件，有人研究规则，有人拉朋友帮忙，有人每天卡着额度投。粉丝把这次行动称作手搓，强调票数来自一个账号，一次点击地慢慢累积。至于具体组织方式，目前主要来自粉丝公开自述，不能当作平台官方结论。到了这个阶段，投票已经不只是一项榜单任务，它变成了一次久违的集体团建。在这里，《凡人修仙传》起到了关键作用，韩立这个角色让杨洋重新进入一批观众的讨论中心。这个人物不靠张扬取胜，他谨慎克制，一步一步往前走。杨洋过去常被讨论外形仪态和古装适配度，这一次角色的长期成长线给了观众新的情绪落点。对老粉来说，韩立像一次等待后的回报；对后来进入的观众来说，这是认识杨洋的新入口。因此，这188万票里有多年陪伴形成的年庆，里面还叠着作品刚刚带来的情绪。旧粉回流，新观众加入，两股力量在截止前碰到一起，才形成了外界看到的快速上扬。这件事顺手戳破了一个常见判断：演员的粉丝盘不会永远通过热搜数量出现，部分影响力藏在作品记忆里，藏在观众对一个名字的熟悉度里。平时不发声，到了需要表态的时候，它才会显形。杨洋此次参评和获奖所关联的作品为《凡人修仙传》公开报道将角色韩立及该剧的观众反响视为此次投票的重要情绪来源。那么188万票究竟说明了什么？
它首先说明杨洋经过10多年的职业周期，仍然能够在短时间里找回大量粉丝。娱乐圈更新太快，新面孔不断出现，新剧一部接一部，观众的注意力每天都在转移。一个演员能够红起来已经不容易，经过漫长的市场变化，仍能让许多人为了一个共同目标重新聚集，这背后靠的很难只是一两次热搜，它更像一笔长期积累下来的情感账户。杨洋的粉丝结构可能比社交平台上看到的更宽，有人活跃在数据组，有人只看作品，有人几年不参与应援，却愿意在某个节点回来。外界常用网络声量判断一个演员还红不红，可声量只能看见愿意天天说话的人，看不见那些安静留在场外的观众。那张凌赫真的输了吗？我认为张凌赫不应被视为一个陪跑者，他能在投票的大部分时间保持领先，本身已说明主语带来的关注度足够集中，粉丝行动力足够强。面对一位拥有多年积累的前辈，能够把悬念一直留到收官阶段，这份上升势头已经很清楚。第一名只有一个，可榜单无法替2位演员完成价值排序。张凌赫代表的是新一轮观众注意力正在形成，他的优势在于活跃新鲜作品，情绪正处于高点。杨洋呈现出的则是另一种力量，经历过高峰争议和市场变化后，依旧保留了一块能够被迅速唤醒的基本盘。倘若较真谁压过谁，是在浪费这场投票的意义。相关报道指出过，人气投票只能反映特定阶段的粉丝动员，不能直接用于判断演员的作品价值和表演水平。我有时会想，初代顶流为什么还能召回观众呢？杨洋这些年很少依靠密集曝光维持存在感，他的职业路线里有过大热作品，有过争议，有过被重新审视的阶段，热度起伏并不稀奇。稀奇的是，每当一部角色适配度较高的作品出现，观众依然愿意回来看看。这就是长期积累与一阵热度之间的距离。短期热点依靠持续刺激维持，一旦话题停止，注意力很快转移。而长期艺人的名字已经进入大众记忆，即使一段时间没有站在舆论中心，观众仍然知道他是谁，记得他演过什么，对他的下一部作品保留判断。这种熟悉感未必每天转化成数据，却会在某些节点变成播放讨论。或者这一次的投票，杨洋这次在收官阶段冲上第一项，一次公开提醒。内娱的更新速度很快，可曾经站上过高位的人，不会因为新名字出现便自动离场。能不能继续留下，还是要看作品能否不断提供新的理由。所以这场188万票的反超，精彩的地方不止在榜单从第2变成第1，它让人看到新生代演员正在用作品快速聚集注意力。走过更长周期的演员则依靠多年积累，守住了一批不会轻易离开的观众。张凌赫的长期领先让人看见新一轮热度正在形成。杨洋收官时的反超则把一批沈默很久的人重新拉回了镜头里。一场粉丝投票无法决定演员的全部价值，却像一束突然亮起的探照灯，把平时藏在水面下的力量照了出来。热搜会过去，数字会留在榜单里，接下来能让这份号召力继续成立的仍然是下一部作品，以及观众看完之后愿不愿意再次留下。